日军最惨败仗，50万日军几乎全军覆没，死亡丛林，上演人吃人的戏码。二战时期，一场战役让50万日本精兵不战而败，巨大的损失让日本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调整。50万是什么概念呢？在14年全面侵华期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死亡总人数不过46万，而一场战役就葬送了50万大军，对日本来说无疑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才刚尝到胜利的苗头，就遭受到了敌方的猛烈反击，被迫躲在丛林深处苟且偷生。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疯狂扫荡，却在这场战役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全军覆没。日本政府派来的50万精兵被当成炮灰，行尸走肉的日本军人在这里饱受炼狱般的痛苦。这场战争彻底掩埋了日本人的嚣张癫狂，甚至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上演人吃人的荒唐剧情。这便是史上最大的海上对决——第二次菲律宾战役。这一切还要回到1941年的第一次菲律宾战役中，从日军的劲敌那个叫麦克阿瑟的男人说起。了解二战的人一定知道，这位传奇的美军上将从小对打仗感兴趣的麦克阿瑟，二战时期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在打仗上天赋异禀的军事领导者，却在1941年的第一次菲律宾战役中被日本打得束手无策，不得不仓皇而逃。1937年，麦克阿瑟被聘为美属殖民地菲律宾的陆军总司令，在菲律宾组建了一支专业的陆战队。此时，日本已经对中国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菲律宾总统感到隐隐不安，担心嚣张残暴的日军不会放过南下的这片土地。果然，在1941年12月7日一大早，日军派350多架战斗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的美军珍珠港，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使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损失惨重。紧接着，日军一路南下，将战争的魔爪伸向了美属殖民地菲律宾。吸取了珍珠港事件的教训，美国快速做出反应。罗斯福命麦克阿瑟带兵抵抗日军数月，以争取调度军队的时间。这位5星上将临危受命，快速清点了兵力与战备资源。他意识到自己驻守的士兵和菲律宾本土的部队相加，在人数上远超日本，因此信心满满，很快做出了战略部署，做好坚守吕宋岛的准备。然而，日本方面也认为攻破吕宋岛势在必得，毕竟这是一块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日军派精兵强将，逼压美国步步为营。吕宋岛位于菲律宾群岛北部，是各种势力进入东南亚的主要通道之一。攻破吕宋岛意味着打断了美军的军事后路，所以日军不惜派出2支精锐部队与之抗衡。战争打响，麦克阿瑟很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珍珠港被偷袭，美军空军力量短时间内难以到位，军队调度不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空中轰炸对日军进行打击，显然不现实。珍珠港事件让美国海军也陷入桎梏，想要动用军舰从海陆发动进攻，显然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只有陆军军队的美国人，在亚洲的这片土地上显得脆弱又单薄，没有了海陆兵力的支持，他们只能用较为先进的陆军武器放手一搏。但再猛烈的子弹也抵挡不住日军的海陆空3面夹击，强壮的美国大兵明显有些招架不住。菲律宾本土的军队虽然在人数上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参军者大多是普通的菲律宾民众，毫无经验可言，更不要说战斗力量了。因此，日本很快摧毁了美国驻菲律宾的飞机和军事设施。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节节败退，在几次3番的重创中，美军再也无力抵抗，见事态走向无法把控。1942年5月，麦克阿瑟不得不带着耻辱狼狈而逃，潦草结束了第一次菲律宾战役。这是他戎马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次事件。甚至在逃到澳大利亚后，他一度想拿起父亲生前留给他的手枪结束生命。也许是战败带来的重创，让麦克阿瑟幡然醒悟。他认识到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认识到这一点的他没有再轻生的念头，而是化失败为动力，为一雪前耻做着充分的准备。其实，在美军战力不足、出现败战的苗头之时，远在美国的罗斯福和马歇尔将军就已经命令麦克阿瑟回美国了。但军人出身的麦克阿瑟不愿当逃兵，更何况在他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一同浴血奋战的美国士兵。最终，
罗斯福向他承诺，让其先撤退到澳大利亚，担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组织反击战。麦克阿瑟这才答应撤兵逃往澳大利亚。在那里，麦克阿瑟卧薪尝胆，悉心布置，终于在1944年10月卷土重来。这次的反击打响了第二次菲律宾战争，也完全扭转了战局。美军回归的背后是麦克阿瑟带领的50万大军和海陆空3级军事力量，其中光是战斗飞机就有1400余架，再加上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美军军舰，这一仗可谓势在必得。当然，同样给予他们力量的还有第一次战败的血海深仇，仿佛这一次是背负着荣辱和使命的更高战斗。相比第一次战役美军的惨败，第二次菲律宾战役中日军的损失更加惨重。这次面对美军的强烈反击，日本的精兵强将竟被打到了丛林深处，迟迟不敢露面。在莱特岛上，日军的16军团几乎被全面歼灭。当时的日本人还沉浸在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中沾沾自喜，在军队管理和兵力部署上难免有松懈。面对美军强有力的突然进攻，明显有些招架不住，剩下的残存兵力大多逃到了周边的丛林中。本想在热带雨林中调整状态，重新回归战场，却没想到大多数人命丧于此。在无翻身之日，菲律宾的地貌多以山地为主，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常年高温多雨、湿度大，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丛林成为天然的避难所。树叶和雨林创造了零成本的掩护，让兵力折损的日本人找到了很好的藏身之处。然而，这种环境对处于下风的日本来说既有利也有弊。长期躲藏于此，没有衣物和食物的供给，日本人的后勤无法支持这些军人的健康，很多人都饱受疾病折磨。再加上原本的伤员因长期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在潮湿恶劣的环境下，伤口感染，细菌滋生，一时间疟疾吞噬着他们的身体，使得这些人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另外一部分士兵因为饥饿带来的痛苦，慌不择食，吃叶酸、果喝雨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饕餮盛宴了。到最后，他们只能靠吃战友的尸体来维持生命。如此听来，甚是可怕。战争带来的苦涩没有摧毁他们，打败他们的竟然是恶劣的环境。即便日军士兵们在丛林里已经奄奄一息，美军报仇的一腔热血依然在身后穷追不舍。再加上熟悉地理环境的菲律宾本土军队也在雨林里扫荡，让日本方面的残军尸横遍野，整个雨林充斥着恐惧与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原本50万的日本大部队，最终只剩下600多人幸存。在战斗实力方面，美国本身就略胜一筹，无论是武器还是身体素质都高于日本。莱特湾一战中，美国调用空军力量多次使用奇袭，与地面的游击队和菲律宾本土军队打配合，对日军步步紧逼。虽没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歼灭敌人，但也算是获得了阶段性胜利。其余狼狈不堪的敌人被逼上了逃往丛林的绝路。当然，其中还有间谍的功劳。战争过去后，有历史学者研究那段历史时发现，有2位美方的日裔情报员，他们在战争中故意与温莱特将军一起被日本军俘虏，为取得日军的信任，之后作为日本陆军的雇员，在日本方面一直从事间谍工作，秘密地协助麦克阿瑟麾下的菲律宾部队。当然，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他们把自己也放在日军的逃亡队伍中，在丛林艰难生存。不得不说，他们是一位合格的间谍，几次三番冒着生命向美军传递情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如果说这位美国情报员是战争胜利的一盏明灯，那么另一位日本军人小野田宽郎也称得上是日军溃败后留在菲律宾这片土地上最后的倔强了。小野田宽郎并不是什么军事大人物，既不是战争领导者，也没有什么傲人的丰功伟绩，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位日本军人在复杂的丛林生存战中笑到最后。1944年，他与大多数日本残军狼狈逃窜到菲律宾的热带雨林深处，躲过美军袭击，挺过伤病，克服饥寒的困难，直到2战结束后的29年才走出丛林，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菲律宾战役打响后，年仅23岁的小野田宽郎被派往菲律宾战场。他的长官曾说过，战争中的撤退只是临时的，日本军人可以进山埋雷，任何手段与敌人周旋，唯独不能自杀和投降。
这似乎是每个日本军人的信念。对于这个传统的日本军人来说，命令一天不解除，就要时时刻刻守住自己的阵地。1945年，战争结束，战败的日本政府沉寂在悲伤与挫败中，完全忘记了这几位丛林深处的军人。29年里，小野田宽郎的另外2位战友相继离世，与世隔绝的他一直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尽管经过后来的菲律宾原住民多次劝告，他仍然认为这可能是美军的新计谋，心中坚信只要长官不下达投降命令，就一定在这里死磕到底。直到1972年，日本政府得知这件事情后，仅当时小野田宽郎的长官下达命令，经历重重波折，派人带去长官的亲笔书信，才将这位倔强的士兵从那片丛林中带出来。这段传奇的人生，说到底来自日本的武士精神。纵观历史，各种战争中饿死、冻死的士兵不计其数。日军因为饥饿与环境因素的非战斗性死亡，是日本军人的特性所致。日本人历代传承的武士精神深入骨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即便是被逼上绝路，也绝不投降低头。然而，在2战时期，这种精神被推上风口浪尖，很多军事学者认为这是一种中毒式的精神。它的内涵与本质是好的，但被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亵渎，用在战争中对军队的控制，这一做法令人无法苟同。有学者认为，日本侵略者忠于民族、忠于天皇，却扭曲所谓的武士精神，漠视生命，无耻的随意杀戮。在2战史上，大大小小的战役数不胜数，菲律宾战役先后打响了2次，美国和日本也在这2次战役中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无论是美军百密一疏的暂时落后，还是日本纸上谈兵的桀骜计划，这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海上对决，让菲律宾受到了巨大重创。战争让后续许多年的菲律宾民不聊生，日军灭绝人性的攻击，使得这个国家惨死10几万平民百姓。总而言之，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才是留在那片土地上永远抹不去的伤疤。